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爱河里，你将与谁同行？爱河里，你将与谁同行？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记得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要按下暂停哦。好，然后不要被字面影响，只看图、符号跟构图颜色哈。就这样，来第1张。好，第2张，好，第3，好，就这样哈。我想你们都很会选了哈。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先从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你们选的第1张牌哈。好，来，我们先洗牌，一样哈。我们会从5张牌抽一个基底后来看一个整个能量的流动，再看看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哈。好，等我一下哈，我先简单洗一下，让它分类一下哈。好。好，来，再来是这里哈，来再做一个简单的，因为我觉得这牌好像还有一点感染之前上一个算牌的气息，我把它打散一下。好，来哈，好，好。来，第1张，第1张是月亮哈。好，今天的题目是爱河里哦，你将与谁同行哈？这一题哈，我会尽量以捕捉水能量的方向去，因为我今天我是把它当成是像宝剑7、权杖2、权杖3，的一个行走方向哈，还有一个水能量的，也可以算是说战车牌这个方向性来去寻找这个能量的所在。那今天第1张牌是月亮，月亮左手，我觉得月亮在这边哈，它很明确的讲了一件事情啦。好，其实这一个人已经在你的眼前，他是一个遥望的，然后可是他是在一个灯光不够明亮的环境里。好，那原本以正位来说，在这个位置，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已看到的人，却对这一个人产生无限的未知。可是今天逆位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连你注视的角度，那一个位置的亮光都是暗下来的，可是你心底知道前面有个影子，有个人影，跟你有非常强的连结，然后你会在意，但你对他的一切无所知。可是从今天的题目以这张牌来说，我必须说，这是你的角度看他，他也是这样子看你，所以你们像是在一个比较暗，可能只有背景灯光打的一种剪影的方式看着彼此，然后整个空间里只有你们2个。我看到的是一个长廊，里的2个人，可是灯光在后面，所以照亮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正面是看不到脸的，可是2个人是注视的，知道彼此的存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了解，因为对视了很久，所以会在意，可是不怎么了解。所以这一题它很像是你周遭环境的某个人你跟他有一种处在一种彼此暗恋却不晓得的一个状况。彼此暗恋却不晓得的一个状况。但
我有另外一个讯息是，他有可能是 A、B、C， 你暗恋 A，A 暗恋 B，B 暗恋你，你是 C 嘛？哈，会有这个状况，因为他也有一种只差回头，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长廊，只差回头，光亮就可以照到脸了，就会知道是谁了。现在就只差在一个回头这样。那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了，因为我看到的这一个，它不一定是三者关系啦，它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啦。你们两个就一直处在一种不知道彼此的心意这样好的状态，而且我为什么要说可能是三者？因为如果是彼此互相暗恋不知道，那我今天你翻到牌，你就会以为你正在暗恋的人也正在暗恋你。我觉得这个角度就太硬了，就不太像是这个逆位月亮的感觉。逆位月亮的感觉，它有一点点在告诉你说，无法猜测，无法推论，无法猜测，无法推论。所以它引申给我的第三者有出现啦。第三者，它这个角度很复杂，它这个角度很复杂哈。有一个讯息是说你不在意他，他觉得你不在意他，他也觉得你不在意他，你也觉得他不在意你，对，应该是这样双向的。他这算是某一种概念上的错过了哈。然后，你们。因为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关系耶，你们很像是，等一下，我必须要看一下，它这里哈，我觉得它还要再退一点点看，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你不太知道你这么喜欢他，我觉得要再退回来一点点哦，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到暗恋哦。他可能还要再退回，因为我觉得我讲到暗恋的这个状况来说，一直有一个排斥感，好像牌面一直在提醒我说没有到这个程度，他好像是一个还不够被挖掘出来的情感，所以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你们彼此不知道对彼此的在意有到这么深，有到这么重，但人很接近，人很接近。他今天这一个月亮牌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被遮蔽的情感面是爱情面，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你们很熟啦，因为这张牌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距离感啦。就是说你们会慢慢的从一些蛛丝马迹或是一些小相处里面。拼凑出你们对彼此完整的那一个喜欢，好，那还要再慢慢走，慢慢看。我觉得我是有感觉到你们彼此有一些眼神是属于爱情的，可是被排斥掉了。我讲一个状况，很有可能是他来跟你的朋友讲话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话，或是只会跟你打个招呼，然后看在打招呼的那一个眼神里，其实是充满着爱意的。那他可能自己不知道，然后你有接收到，但因为他的表现的没有这件事，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接收的错。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其实他那一个瞬间是有的，然后他也收回来，他也觉得不应该，他也觉得不应该，不想拿，不是说不想拿，就觉得不能拿出来或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想讲说，也许他现在有其他的状况是不能的或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办法避讳或否定他那一瞬间跟你接触的时候，其实是有喜欢的爱意在那里的，所以我才说你们要蛮多破碎的碎片的相处之后，才会
发觉自己其实对对方的喜欢有这么多。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这一条河啊还在行走中。我有点认为你们在不同的船上，但距离有点远，会遥望对方在哪，但无法那么深刻的在意。一直有一些画面你们彼此会在网络上或什么看到彼此的照片，心里会有一个感觉说这个人真不错。如果会在一起，应该也不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不会把它真的付诸于实践或是什么的，然后也不会刻意去让你们两个见面的机会增加或什么，也不会因为知道这个人会出现，你会出现，然后就会去参加或什么的，一切存在于一种巧合的遇到。可是你们两个中的能量又很近又很近。这张牌给的讯息很多，它给了非常多。我觉得很隐晦的画面非常多我想把它整理出来，但没关系，我再往下翻看后面会不会给更多这一张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它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就是有那一个瞬间，可是收起来；有那一个瞬间，可是假装没发生但是无法否定那个瞬间曾经出现过。什么瞬间？有喜欢的瞬间所以我觉得需要很多时间慢慢转换成别种相处。你们这一组他不会立刻成为恋人或什么的。我觉得你这边也有一些顾虑，他那边有一些顾虑。那你这里的顾虑不是因为他而顾虑，而是不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我觉得这一组两个人会想在一起的能量没有这么强，我觉得都留在一种对这个人有一种默默的喜欢的感觉。那我在想，今天会捕捉到这个人我不确定我先说我没有很确定他最后会不会在一起耶。我只觉得你们一直有一种微微的关系，似乎可以变成，那似乎又觉得只能很近。以目前看起来能量是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打招呼、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有蛮深的感受上就有蛮深的连接。可是你不觉得他有，他也不觉得你有，因为当下两个人都有一种觉得没有要表达出来，然后这个感觉会忘记，然后偶尔又想起来，会忘记，偶尔又想起来，这样子。以这个进行，我觉得很奇妙的感觉是，为什么你们心底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想要做点什么？很奇怪，很特别，觉得明明也有机会，已经在别的活动出去海边什么的，已经遇到了，可以打招呼，可以再多说话，可以再多认识，你们两个就没有做这件事，两个人不做这件事，一直处在一种可以亲近、可以接近却没有动作的感觉上。以现在来说，而且我现在抓到的是现在他也不是过去跟我觉得他这样的现在的状况就已经是这样了。好，没关系，我再看看好了。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一直往上出来好，金币，他这边说，还有很多，他在讲还有很多时间啦，还有很多机会啦，不急。我当然知道你们来看牌很急，很好奇，可是这边说不急。他这个不急的感觉比较像是
它这里比较像是说，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像是说未来的路径上，它叫你不急，未来的路径上会有一些稳稳定定的发展。它好像是说你们未来还有很多见面的机会，然后会有比较多的像是生活上的交集、朋友圈上的一些连结，会陆陆续续的成型。也就是说，你们的见面机会可能也在陆陆续续或慢慢的，好像也在慢慢的建立起来吧。所以就好像说，我觉得白话一点就是你们会慢慢的亲近起来啦，你们会慢慢的亲近起来。我在这3张牌哈，有看到一个时间点，它这个它这个时间点的概念很像是说，最近好像到了某个分界点，跟之前不一样。最近有个分界点，好像频率相见的频率或什么，它好像会开始要往上成长了。因为这边有看到内心的能量，似乎有特别的连接起来，好像脑袋里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画面，无论是他看到你、遇到你，还是你遇到他，他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在重复播放。所以，相比前半年，最近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想到彼此了。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就是你们坐的那一个小船，可能最近因为水流的关系，有比较近了哈。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哈。好。他这里说，你们每一次遇到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是蛮好的能量的相遇啦。那可是总是水能量没有很好的利用在彼此的相处身上，都留给了旁边的人了。也就是说，这里有在说，其实你们并不那么容易遇到，它很像什么？它这个遇到的，比较像是说，你们有不同的朋友圈，可是朋友圈的人你有的朋友是常常会跟他那边的朋友一起出去的，所以你们会有一些不是互相约在一起出去玩，可是会不定时的在某个地方大家一起聚，可是是不同朋友圈，然后大家会有所交流的时候，你会遇到他。那中间会有这个隔阂、这个距离，让你跟他都没有很直接的互动或什么，就感情上是没有增长的。那这就是我说的，你们的水能量常常在很近的时候，然后会出现在彼此的眼前，可是水能量都给了别人，这样。所以今天这里啊，我必须说，如果你已经来看了，那就表示意念上有被暗示，暗示着什么？记得你对谁有好感，不要害怕，然后也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或有所求。你对谁有好感，就尽量去跟他互动，每一次都把握起来，因为不知道的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啊？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那这边我刚得到一个讯息，它有一个状况是，你可能，譬如说你喜欢 A， 然后我今天跟你说的句多跟他互动，因为你跟 A 的水能量，我觉得很流动、很接近这样，但其实可能 A 才是整个能量你真的该遇到的人的一个要引子。因为你跟 A 的能量连接比较近，可是其实它是要连接 A 附近的某个人，你真正要遇见的是附近的某个人。所以刚刚得到的那讯息就是说，你才要尽量跟你喜欢或者有感觉的人多讲话，
因为你不知道，其实真正吸引你过去跟 A 讲话的能量，是 A 后面的那一个真正要跟你相遇的能量把你吸引的过去。只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先后顺序，因为你可能会比较在意 A 的那个状况，然后可是你跟 A 相处之后，你会发现慢慢的变成也没那么有那么重的爱情的感觉，也许可能就是原来是朋友的那一种爱，友情的那一种情的感觉，然后被你吸引过去，结果是旁边的人。有的时候会这样他是因为 A 的能量跟那一个本来要跟你相遇的人的能量处在一种重叠的模糊状态，你分不出来是谁。尤其有的时候 A 很常跟你要遇到的那个人一起出去，他有的时候会这样，你没办法进到那一个突破圈，你不知道你眼睛到底真的应该看到谁。所以我才说今天这一张牌一直有一种两个剪影互看的感觉。剪影不代表就是那个人它可能代表是一个能量的方向，然后你看不清楚，但你确定有。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的时候整理了起来。好，我们先排除掉你原本想认识 A， 然后后面可能是你想见到的人，这个可能性我们先排除掉。我们现在就先整理一个方向，就是你跟这个人其实蛮接近的，只是你们一直没有一个很真切跟很确实的真正的认识跟聊天。我这边是完全没有看到你们有认真的对彼此，你们虽然知道彼此是谁，可是没有认真的对彼此聊天认识，就只用你们自己两个人的语言讲。好，现在状况是这样，即便你们已经很近了，即便你们在今天这一题是很有可能会在一起的，因为能量太近了。好，能量太近了，每次遇到都有特别的感觉，可是每次遇到都有一种回避，会跑掉，很奇妙。好，我再往下帮你看哈。好，金币骑士哈。好，金币骑士搭配这个，其实它比较像是躲在这两张下面的一个流动。它应该是要这样子看那它的存在，我觉得它比较呼应了这个，就是还要慢慢来。还要慢慢看，没这么快，还要慢慢来，没那么快，有行动，有方向，有走去，那他这边也暗示了一件事情是，你们彼此的状态，在最底下，你们没办法感觉到的是，你们有一直在建立，慢慢累积彼此的在意，有但是因为圣杯十是倒的、逆的，所以表示说你们一直流失了应该给予对方的情感的表达，跟水能量的累积、情感的累积一直没有出现，因为都用在了旁边其他人身上，没有用对地方。但慢慢的就会有啦，只是因为你们见面的频率是不高的，所以累积的速度是慢的。所以今天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有点发现你不确定我讲的是谁，也有点发现你有点怀疑你心里喜欢的那个人是不是这一个人。我这边所觉得的好像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人，他的能量在更淡他的能量在更淡、更远、更有一些小小的偷看虽然我说很近，但你们互动跟见面的频率不高。我不知道我刚前面有没有说很近，或是近率不高了。可是我这边要就修正一下可是我前面有说月亮牌其实要一个距离蛮远的，应该不算在附近了。不过今天看牌开始之后，我觉得它就有开始变得比较多、比较快了。有比较多，有比较快，因为我感觉到的前半部是属于一种荒凉、荒原的感觉，风飞沙风啊沙什么，但后面就有比较多的积极性了，水流也比较快有比较急速了然后风的能量也比较多浪花什么都有开始出来，节奏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好，来看这里
还是真的很有距离。刚刚这距离才刚说，就是确实啦，你们还算有点蛮距离。那你们的相处，每一次相处都还是这边在说，都还是有点太过理智了，应该要更多的表达，喜欢的眼神要出来。但是我还是要说哦，这个人可能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一个哦，因为你现在脑袋想的那一个，我觉得感受非常浓烈，而且很近。那如果你现在想的那个人，你感受很浓烈，有渴望，可是他不常见，也没有很近，比较像是这一个人。如果是很近、很常互动，我觉得不是这个人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那你跟那一个人，我们这边抓到的这个人，你们相处的时候会保持一种，你会保持一种很奇怪的冷静，明明很喜欢却不敢表达哦。记得要表达出来，要比较多的接近哦。那因为这边说，至于水能量跟保健能量同时出现的状态里，你选择了比较强度的保健能量，他也是这么认为，你会这样选。可是不要忽略了皇后里面的水能量，它其实在告诉你说，那一个柔软、那一个亲近、那一个感情，虽然是风能量的皇后，可是还是希望你不要把它做得像是宝剑骑士或宝剑国王那么硬了，要比较，可能就是说情感面要表达比较多，但是还是要想一下，不要像火啊这样子澎湃的出去。我常常用这个用下雨来形容。你有没有在户外的时候，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走到这个街口的时候，有时候会飘一些雨，就一下；可是你走到下一个街口的时候，雨就不存在。可是你还是能够怀念或是开心，刚刚有那一个水在热天里的时候很舒适，可是就没有了。它这边比较像是这个概念，就是要多一点，或是偶然的给予一些情感的表达，不要全然的都保持在某种理智跟规矩吧，就是不要突破，就是你还是要有一点，还是要有点浪漫，还是要有点情绪，喜欢还是要用一些比较甜蜜的言语、挑逗的言语，或是风趣的言语表达出来一下，对方才会比较能够接收到，他也能够帮你打开一点点门。你跟你们关系之间的门，来，好8。其实这3章其实都讲了一个问题啦，就是你们相处的时候，确实一直忘记把对方的喜欢讲出来其实这边我要把它退而求其次讲一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人跟你本来比较远啦。所以你可能会不确定，说我们在讲你到底在说的是我心里想的是谁？我给你几个方针。第一这个人你跟他有感觉，可是你们不常见面，但每次见面的时候就有特别的感觉，这样。那可是离开了你们相处之后，有时候会忘记，你会在他跟朋友出去或什么看到照片的时候，会想起来，其实你很喜欢这个人，大概是这个状态哦。那我这边要讲的是说，如果你现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这边在告诉你的是，多跟他相处，多主动一点，多一点浪漫。如果喜欢，就把它讲出来，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一个开门，它才会增进，才会渐渐的变好，才会变得比较浓烈。他现在是说，因为水能量没有流到彼此身上啦。所以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强的水能量让你们见面，可是每次都没有流到对的地方好，来再看这个我一次看完也差不多了。好，这边圣杯皇后在这个位置被卡住，而且是逆位的。我必须说，他这边有说你们两个中间的情感能量被完全的关起来了。
哦，从你们第一次见面，后来每次见面，都以一种不是很在意。我刚前面就已经讲了，这边也是，而且是放在非常高度理智的位置上。圣杯皇后被关在这么理智的位置上，他就是再次证明说，一定要拿出来了啦，不然你们两个的关系就会这样僵化，就没有进展，就会维持在你现在以为的跟这个人的关系上，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因为他也需要被开启这个门。哦，那因为今天他不会看牌，他没看到这组牌，所以他不会被这样子点醒，他不会被这样提示一下。哈，哦，那我看一下，这边在讲说要用一点方法啦。其实他这里讲的方法，我刚前面就讲了，但是我比较不要把他没有把它讲成说要用一点小心机跟这个人相处，因为我有点发现你们没有很确定是谁啦，所以我才会退到很后面跟你们说。之后从今天看这张牌看到对你觉得有点喜欢的人，你都记得要表达出来，你对他有好感，或是对他好一点，不要比较冷漠啦。这个可能就是他说的要有一点小技巧啦，要多做一点事情哦。因为他这也不算乱枪打鸟，他比较像是说，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对谁有比较多的感情，不然你会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差不多用这个方式表达。可是明明自己心里知道，你跟每个人的瞬间的感受不太一样。我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说，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虽然第一次见面或是认识，只是个打招呼或什么，因为是朋友的朋友，然后彼此知道是谁了，可是只是第一次打招呼或什么，点点头，没有聊天，可是看到彼此的眼神里面是充满爱的，是有爱的那一瞬间。我说的就是这个，那个爱在后来就被锁起来了，就被封起来了，然后两个人就拉开距离了，都没有再拿出来了。这里有很多牌都告诉你，水能量被放在很后面，或是当作没有发生你们两个之间的，所以这里才说要有一点事情要做，要表达出来。那如果你确定了是谁，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有感觉，你去问问朋友，这边有说，但是你要小心，因为这组牌它是逆的，它没有正的。你真的很好奇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去问，可是你要有心准备，通常都不会有很好的答案，或是不会有很支持的答案。那你去问你朋友的时候，你可能就当做你要试着说说看，因为其实你要说出来的时候，那个你说出来的声音也是要讲给自己听的，因为你说出来跟放在心里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说出来之后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那个时候你会确定你想不想要更靠近这个人，或是你可以确定你敢不敢，或是你可以确定你之后想要再跟他更确定什么。你要讲出来之后才知道下一步。那这个朋友的位置，我只能说他不一定会给你支持，但也没有说是绝对不给你支持啊。我只是说，去跟朋友讲这一件事情，可能并不会那么完美的会得到支持。我只能这样说，因为牌面是逆的。那它比较像是说，你平常常看到的一颗星星，你每天晚上都要看到星星，可是今天在这个位置是天气不好的。你原本有求于朋友某些事情，他都会帮你，可是今天不适合有求于朋友，但是也可以有这个选项，就是说没那么完美。以前你只要有求于朋友，问朋友，他们都给你非常好的直觉或答案，可是这一题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天气不好，可是你还想看到那颗星星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它在那，可是今天看不清楚，会没有那么顺。但是朋友会给你非常，我不能说他会给你非常真实的答案，可是他会给你非常当下的反应。那这个反应有什么用？就是可以帮助你确定，第一，下次见面你会不会有所行动，然后你有没有意识到内在的水的那个情感能量是可以拿出来表达的，会有这个瞬间。因为今天你只是光想想，都只是想想，因为内在的东西没有澎湃起来，或是没有波浪啦。
要跟人互动的时候要有反应，跟讲出来，听到自己讲出来的话的时候才会有那感觉。好，今天这题我做个整理哈，因为这题有一点人的关系有点复杂。我先说，这个人跟你的互动一定没有很长，没有很多，但有过几次。然后你每次遇到他都会有特别的感觉，但你不会把它归类成是暗恋，而且因为你跟他不常见，那每次你在网络上看到他的照片也会有感觉，可是却不会想行动，因为内在有一个感觉是你们距离很远，没有行动的必要，会有这个。但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不知道为何两个人就把对彼此的感觉都锁死关起来了，两个人都有哦。所以才会造成到现在都是一个距离，都是保持着一个距离。所以牌面在做了蛮多提示跟告诉你现况，现况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能量都关起来了，拿不出来用，或是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应该有那一个冲动，可是都拿来去对旁边的朋友或什么，应该要拿来对他。那他的提示是，下次如果你已经知道我在说的是谁了，记得要打开那个门。多接近，多聊天，你不一定要立刻告诉他你对他的好感，可是要表达你蛮喜欢跟这个人聊天接触的，至少要有这个心情，才会慢慢的你们的关系才会开门哦。那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因为你跟他要在这一条爱河上面行走到有结果相处，还蛮长的。因为我看到的在那个河面上的状况是，你们坐在不同的船上，可是距离还蛮遥远的。那个遥远是，即使你直呼跟大叫他的名字，他都不一定会听见的距离哦。好，因为水流还蛮急的。好，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是水流蛮急的？因为表示不容易滑到对方的旁边。所以表示说，中间还有很多的能量会让你把你们拉开距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抓到的这个人，时机抓得太早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早提醒？我觉得他有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不现在先这样提醒，你们会越来越疏远了，会越来越远了，而且可能会忘记，其实你对这个人是有感觉的。你对这个人是有感觉的。好。这一题哈，今天这一题算是比较复杂一题，人也比较远了哈。希望能给你一些方向感跟期待，你可以去想一下到底是谁哈。我觉得他不是陌生人，他不是陌生人，你应该可以想得出来。好，试着想看看。好，就这样哈。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来，我们继续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这是选择第2号牌的牌卡哈。来仔细看哈，我也帮你看一下。好，来，这是今天的塔罗牌。那我们一样哈，先从选择5张牌之间哈，然后再来看一个能量的转换哈。好，哎，我要等一下哦，我想一下。好，我们先从5张，1，好，2，3，4，5。今天的题目是哈，在爱河上，你将与谁同行哈？来，我们看第1张哈，第1张是权杖皇后哈，逆位牌哈，看一下整个流动哈，正位是逆还是？皇上是不是？你们有蛮好的关系耶，你们蛮好的关系，可是你们的关系一直往错的方向走去耶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彼此的一些交流的好的能量、火能量、情感能量，你们甚至有交换过一些秘密、心情、聊天。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没有很远呢。这里看起来你们的关系很远，只是啦。你们的关系的友好一直都没有往情感的那个方向走去，没有往那里走去哈。但是有哦，
它这个有的概念是什么？每次都有机会让你们可以在某一个岔路口就转向，可以成为恋人。它是有的，你们一直都有这个机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关系，我也不能说僵化啦，比较像是说你们更喜欢让彼此的关系是处在不是恋人的状态，其他都 OK， 因为你们觉得那个相处起来很舒服了，然后很多乐趣。我跟你讲，你们甚至不会特别去觉得什么舒不舒服，这样比较多是愉快，相处是愉快。只是啦，你们感情上、感受上的事情，常常都只用来去分享负能量的时候，然后互相支持这样，所以常常让关系处在一种很像好朋友的状态，然后忽略了或是不小心变成，情感上会变成只是互相支持负能量这样。其实你们两个有更多的情感能量是可以往爱情的。但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快乐，已经太长时间建筑在是朋友愉快里这样。那这个点确实是蛮难突破的哦，因为你光是用想的，要怎么把它突破成爱情？好，目前看起来最好的，之前啦，不能说最好的，最轻易的可以变成恋人的那个点，有一点点先错过了。我说的先错过的意思，不代表后面没有，后面是有，所以它后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事件跟，我常常讲，有很多大转机都是事件啦。才会有一些比较亲近的情愫，因为你们这个关系，因为通常很多会变成恋人的，都在初期相处前面就比较快就转换成了。如果已经是朋友在相处，后面要再转换成，他真的要有比较特别的事件，你们两个要有特别的情感，才会慢慢的亲近起来。那他这个情感要有更多的认同感，就是只有你们两个能有的故事线啦。你们要有相同点要够多。所以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现在有很好的朋友，然后你知道你们彼此有一些情愫是有可能变成恋人的话，记得他有一个方向感是说，你们要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要更多，然后要聊更多以前的事、家里的事，感情的事，以前发生什么的。要有更多的两个人相处，才有可能，才有比较多你们的故事线会发展起来。好，今天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只能说你们的情感上、感情上，它有一点点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了啦。但是这个能量、水能量、感情能量，还是一直处在爱情的状态里，只是没有变成爱情。很奇妙，应该有些人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感受得到这是什么。你说这是暧昧吗？可是你们不会把它这样想，但是它确实很接近，确实很接近。来，那这张皇帝牌的逆位，它这个跟这个其实我直接翻这个好了，这3张的走向。其实啊，这3张都在讲一件事情，因为它逆位了嘛，而且又是水能量、火能量，之后它就是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你们的关系不知不觉变成现在这样子的好朋友关系。其实你们一直都有一种可以很亲近的感觉。一直可以可以很亲近的关系，这可以从哪里发掘的出来？你们两个聊天讲话的时候不怕靠很近，不怕靠很近，也不怕碰到彼此的皮肤之类的，然后也不太在意用彼此的东西，吃彼此的食物。
会有这些线索。那这个线索它确实是藏在火能量、水能量里面哦，那个火水能量。那它很奇怪，它被运用成打打闹闹，被运用成嬉闹，被运用成两个人无话不谈哦。只是你们有一点点接收太多彼此负能量，尤其是情感的哦，然后情感能量都太习惯于只用在接收对方的负能量，然后把它消磨完，支持他这样。譬如说一起讨厌谁，然后就一起骂这样子。可是这是你们两个内在的那个爱情能量的水能量，是让你们两个黏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我是觉得是挺难突破的。但是还是很有机会，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水火能量，它只是表现方式转了，可是它还是属于爱情能量。它必须真的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让你们两个有一种，发现彼此怎么会这么重要的感觉要跑出来，才会有突破了哈。我只能说，以今天的题目在爱河上，你们两个好像忘记彼此是在爱河上，两个只是觉得是在泛舟吗？现在我都会尽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讲出来了哈。来看的，好。你看，我一直说那个火能量是没有错的，在一个比较遥远的。你们的内在的情感能量的向往上，它是权杖国王的。他在讲说，其实你们两个一直都会有很好的关系，关系是不会散，然后持久性还蛮强的。即使到了很久很后面的时候，你们都还是能够玩在一起。我必须说，今天这一组啊，它很有可能是你们已经从可能变成恋人的状态，转换成一种永远的朋友了，有可能是这个能量。我其实一直很刻意的，我必须说，我很刻意的在帮你们找到是否有突破点跟转换点，但我一直觉得挺难的，因为我没有感受到我找到了突破点的喜悦，我反而觉得我被一个已经僵化的墙挡住。我还是很努力在想说你们能不能转换这样，所以我才说会有一个事件点，或是找到你们更强的、更深入的共同点。可是即使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一个水能量，其中的你们两个的水能量是被控制在细水长流的关系，而那关系是 soul mate 或是 best friend 这个状态，没有再更。而且它有一点点让我发现，它超越了初期恋爱的恋人质感。哦，但我还是抱持着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没有看到最强的事件点爆出来，让你们两个有关系上的突破。但是我还是要比较保守的、有所保留的说，那一件事件点就算出来，很大的事件点了，就是说你可能人生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彼此有什么人生大事发生，然后你们一定需要彼此在场的那个大事件出来的时候，我必须说那个事件出来的时候，不一定会让你们直接变成恋人，它也有可能让你们变成更高级的关系，可能是家人之类的。好，那这个火能量只能告诉你说，这份关系持久性极长啦，所以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那我现在就只能先跟你说，不用担心你们的关系是很难断的，很难断。好，3号，你看他这边金币3又定义了你们的所谓的伙伴关系。而且这个伙伴关系是在一种非常深的位置，很深的位置，它不是一个显化的。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已经在两个人最底下的默契上被设定成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恋人中的那一种伙伴。
坦白说，这5张牌，我看到了比较像是你们这份关系的中后期了。就是说，你跟这个人有跟某些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初期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强的恋爱关系。然后，可是我发现，在最早期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有恋爱关系的时候，好像连暧昧的关系都还没出现前，就转换成这个关系了。在一种懵懵懂懂在理解感情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转换成这个关系了。所以我才说不像暧昧，它不像暧昧。所以我刚刚有说，你们不太怕碰到彼此的皮肤，或是可以吃互相的东西，什么这种距离，跟他讲话距离可以很近，因为我觉得已经突破了某种感情上的敏感，感情上的敏感这样。今天这个跟今天这个题目，我只能说你们把爱河当成是泛舟在玩了，很特别啦。可是这关系更加持久长远哈。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我还是继续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啦哈，特别的点。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今天讲这5个牌所给的讯息，讲的叫做关系的现状。我还没有很深的探索到内心的可能性，感受上的可能性，它比较像是关系的僵化，所以我一直觉得会有突破点，可是我真的很难看到，因为我有感受到内心似乎不是你或是他，就是内心其实还保有一些其他的喜欢，不是朋友间的喜欢哈，所以我们还是要翻看看哈，来。看政策牌出了嘛哈，所以我说会有一些水能量哈。2哈，其实啊，我算影片这个哈，我其实会比较仁慈啊。如果我是1对1算的时候，我就不会算这个比占大众牌这么仁慈了。那今天我可能这张牌的讯息比较硬啊，比较僵硬，所以可能坦白说，我的仁慈很难在这里发挥起来，因为他给的讯息破口漏洞比较小啦。3张牌都讲说，这里讲说已经走到这了，已经走到这了。他的这是讲说已经走到蛮远了，已经走到蛮后期了哈。那这里这2张牌讲的是说，你们彼此的关系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并不是轻而易举走到的，会因为你们有蛮多的事情跟蛮多的事件，让你们关系持久到现在。而那个关系的持久，并不是走爱情的方向的，而是一种扶持、支持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它很难突破成变恋人，因为这里在强调，这个关系走到这里，好像你们的关系好像超越了恋人关系啦，超越了。那因为我不是很想让选择2号牌的人失望，因为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说，我们可能就要找到一个恋人。可是我还是要面对这8张牌都还是没有那个讯息。我只能说，今天没有捕捉到新的恋人的状况，反而捕捉到了你身边有一个人，其实本来应该是你的恋人，可是现在变成你最好或是很重要的朋友之一。我不要说最好，我怕你把人选放小，我只能说很重要的朋友之一。然后他是可以讲你内心很悲伤的事情的人，这是一个重点。你们彼此都还能够承受对方很悲伤的事情哦，不会有厌恶感，也不会逃离哦，还会聆听、会接受、会想给予支持哦，是这样子的角色。来，
好，这张牌又逆位，他跟你说你们，我先不要讲这个，我先讲这2张好了。这2张的重点在说，你们现在的关系已经是调和到非常完美之好的位置了，不需要再动。你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关系、事件、喜怒哀乐，喜怒哀乐，非常难能可贵。他这边有说，而且你们还经历了非常人生比较贫瘠低谷的状态，到现在还能够拥有这份关系。即便内在的水能量、感情能量是能够让你们在一起的，可是这一股水能量可以变成爱情的能量，却帮你们走了更远的路、更温和的路、更协调的路、更平衡的路。已经这份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当初可能会变成恋人的那一个能量。这里这张牌讲的是你们的距离其实很近，但是这一份很靠近却是爱情能量匮乏的，几乎没有存在了，已经消失了，然后已经接近消失，比如说接近消失。好，因为它是用贫瘠、贫乏的态度来讲这一份爱情的能量，那而且又在非常当机立断的位置告诉了我要转达给你，说有是有，但是已经非常贫瘠了，它都转换成各种其他的能量了，好吗？即使是这一个内心也许还向往着有水能量，即使一点点都好，可是在这个位置又是逆位牌，讲的是没有那一个力气，没有那个力道，没有那个足够的能源走到那仅存的一些水能量或什么，已经在慢慢的流失掉，或是转换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一种能量了，一种关系了。我不要再讲能量，我就跟你说，你们的关系已经升华成另外一种更高级的状态了。我只能说，今天2号牌的蛮可惜的啦。他很意外的捕捉到了非常跟你蛮近的人的一种很潜在、很底层、很深层的一股爱情能量啦。那一股很微薄、很小的爱情能量，原来是维持你们这么长久关系的一个最精致的能量，在那边帮你们定下来了，定下这一个很长远的关系。那要说，那其实你们是有爱情机会吗？还是本来是爱情？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水能量，可能在相遇的时候，就决定了更长远、更细水长流的关系才适合你们。那这一个决定比较像是你们一开始的默契，你们一开始的遇到，就顺着你们当下所有发生的事件跟感觉走了。你们当下没有硬凹，你们当下可能也比较年轻，没有多想，或是曾经有所试探，可是一下就收回。2个人同时收回，就立刻达成某种默契，而成为现在。但我必须说，也许以现在的你们特别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能够有一点点感受到，还有一点心照不宣或惺惺相惜的感觉，但是能量真的不强，不足以让你们变成恋人关系。那我所期待的大事件发生的改变，我觉得因为这张牌出来了，我发现大事件出现也不会改变太多，因为它在一个非常严厉，需要我告诉你理解的一个状态是没有，现在已经是很完美的和谐状态了，在你们2个的关系里面。这里还必须说，它倒过来就必须说，
没有需要去触碰或是挑战这张牌的存在。他这边比较像是说，你想看着这一个协力这个崩坏吗？没有必要哦，在这个位置，他就是在暗示你现在的关系已经是最好了。好不容易，这边就说好不容易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故事，才变成这样了。哦，好，哎，只能说今天2号牌有点可惜啦，没有帮你找到新恋人哈。那就听听个朋友之间的能量的故事也不错了哈。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影片可以再听哈。好，那今天谢谢你来听哈，没有很长，那很感谢你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爱和理谁与你同行哈。好，来这今天的牌看一下哈，那我们一样哈。我们会从5张牌，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基底的能量的发展哈，然后再看看其他的支线哈。好，好5张哈，第1、2、3、4、5。好，来第1张。金币5哈。你们还在蛮远的位置哦，你们还在蛮远的位置那，可是这张牌有一种，我觉得它有一种要等雪融化之后，迎向新的春天的这一个移动力，这一个行动，这个时间点它比较这组比较有时间性，它现在离你很远，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状况还没有要让你们遇见。它不是在说你们现在的关系或能量是处于一种不会遇见的，没有，他现在在等待一个时机点。这张牌现在在等待一个时机点所以我觉得这算蛮好的一个起步，因为它原本应该要比较多的负的能量，跟比较贫瘠的、缺少的、匮乏的能量在这里要出现，但我反而立刻感受到了一种，下一季季节转换一种快要远离现状的一些讯息，所以它应该是慢慢要接近的，或是你快要往它那边去，你快看到它了。这组我觉得还可以来看一下这里世界牌的确啦，世界牌在这边讲的是你们还在不同的世界啦命运之轮讲反了。好，我把这个重来我看成我重讲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在这边讲的是说时间还没到，其实跟世界牌差不多，只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这是讲时间，时间还没到，确实还没到，但这个时间还没到，不代表没有时间在进行，是有时间在进行，只是它有2个状况：第一，时间还没到；第二，时间往后退了一下，时区可能有差，或是他的时间比你我这边大概知道讯息了，这个人有可能跟你住在不同时区的人因为刚时区这件事是我脱口而出的给的讯息，这个人的离你的距离可能还有一点是国外，好，这几个讯息讲了。他有可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来，
然后他可能跟你不同时区，好，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他可能跟你不同时间上班工作，那他还在做调整，他的工作有所调整，所以会跟你差不多。所以以这2张牌来说，你们两个现在的距离感是有时间跟空中的混合的。我觉得空间上是有一个距离的，好，是有一个距离的。你知道，像这张牌，有的时候在讲爱情的时候，有些人会直接笃定说是远距离恋爱。可是我觉得，我所看到的远距离跟距离还是有所差距的哈。它有可能只因为跟你的工作时间不同，所以你们会遇到的空间不同，早上跟晚上。哦，那所以以时间跟空间混在一起，它有很多可能性啦。我不觉得这张牌有特别远啦，所以我说国外或是时区不同，我觉得能量不强。我通常说能量不强的原因，是因为它给我的冲击不强。我觉得它只是有可能性，有那一点点的线索，可是我觉得它给我的冲击不强，所以我会跟你说，但我会再另外再跟你说，我觉得不一定，或是没有那么强哦。我比较支持，可能是工作时间或是你们的生活时间不同，有差距。简单来说，你们睡觉跟起床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会造成你们会相遇的空间不同。好，目前这2张是这样，这就是你们现在的距离啦。哦，来，哦，这9嘛，哈。还有一些事情，你们中间有一些事情，彼此的、个人的、自己的，先解决。我这边比较知道了啦，他或你有一方哦，今天这一题是同时讲2个的哦，有一方必须要改变现状，或是脱离现在的困境之后，你们好像才会开始对齐，就像我刚一开始说的嘛，现在有一点像是在等雪融了之后的春天才会相遇嘛，所以这里也呼应了我刚刚说的，现在有些事情你或他有些事情要先处理完之后，你们才会开始对齐嘛。以时间点来说，确实是这样啦，哈，它有一个顺序啦。所以我一开始第一看就说要一个季节转换嘛，也就是说现在当下真的还没有机会遇到啦，可能真的有很多外物或什么事情挡住了，没有办法那么快，没有办法那么快。哦，来，我再看这个。好，那你们的相遇时间点的节奏其实是用飘的，海上慢慢浮的，慢慢移到这里来的，海运的时间会比较慢的哈，是时间比较慢的。但是你们2个相遇的能量是稳的，也就是说，有可能现在已经对齐了啦。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有能量要往彼此这边走来了，可是为什么它有一个换季跟融雪状态？表示说现在可能我们就讲海运好了，可能有蛮多的冰山或是冰块挡住了，行动会变慢，或是夏季会有台风，行动会变慢。那你们2个现在都不在那一个阻挡你们往前的区域，而是在外围，所以在等中间的这个东西解决了，才能够平稳稳的往对方那边流动过去。哦，融雪就是这个状态啦，融雪没有融，路不会开，哦，路不会开。哦，那这里让你比较安心的是说，有能量在推着你们2个相遇，所以会慢慢的就接近了。哦，会慢慢的就接近，只是以这张来说，必须要换季。他说要换季，时间也没有再往前赶。哦，时间反而先按暂停或是减慢了，有点像你用0.5倍速或来看影片，减慢了一下哈。好。
好，这2张一起了哈。那这里讲的一件事情是，虽然有好的能量让你们相遇，可是现在有一点点，确实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船，现在是停滞状态，因为现在没有给方向，没有给目标，先不航行，现在都是靠海上的一些什么在那边漂流着。真的是因为现在这个时机不好，我讲最白话的就是你们现在没有好的相遇的时机，可能要等下一季开始才有。那原因是因为可能你们2个不适合现在见到面，就这样，能量上解的就是这样。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它存在，而且以2个人的人生线的发展来说，有逐渐会遇到。因为我这边看到是有对齐的，能量是有一开始其实就有对齐了，只是因为被阻隔了，我不确定融雪之后地下的那一条路是不是同一条路。但我目前看到这2个能量上的推动，比较像是火车的煤矿是用在同一列火车上，这里出来的一个讯息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应该是对齐了，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就这样哈。来，好，那我看一下，好6，6对，宝剑6。10哈，3种能量都出现，做一个你们2个相处的一个爬升能量。我比如说你们是有在前行的，因为宝剑6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看错，你们是有对齐的，路径是有存在的。那权杖10同时呼应了，权杖10的位置在这里，同时呼应了这些，也是再一次确定我刚刚说的，有事情有状况，你们现在需要解决，需要面对，然后需要先等它过，我们就把它意会成，就我刚说的融雪要先结束，后面才会开始这边有它这一张牌所出现的连结是一种突破状况啦。它终究要突破，可是要有一点时间哈。那圣杯国王在讲的是说，这一个行走的这一条路径，是我刚刚在这章就已经跟你说了，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平稳稳的一个海上的路径，会让人飘进嘛。我从这里的水能量就已经看出来了。那这边只是再次强化我刚说的，现在不是说没有水能量让你们相遇，或是你们2个没有感情，或是没有对齐。这里再次证明是有的，就是时间性是还要再等一下，因为它在的位置是一种有点像是从地面跳到宇宙去的一个距离，还有一点长，要完成圣杯国王的这一个能量，需要有一个从地面有点像射火箭到太空的这一段距离，还要等一段。也就是说，你们2个终究会遇到，会慢慢的遇到啦。只是以现在的时间点来说，还有一点远，但是有这个人，有这个人，最快就是下一季啦。因为这一题的时间性讲的比较清晰，我就直接跟你说，好。那战车画出来了。先讲节制牌。节制牌希望我跟你说，你们的能量其实已经是调和完的，是搭配的，性格上各方面是配合的，但只是不是现在遇见，但未来你们遇到或什么的，应该都很契合。个性上什么连接上都还蛮完整的，因为他在一个绝对理智的位置使用了节制牌，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们的能量原本是你们的性格上面应该原本是不一样的人。你们可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但是你们的契合度跟搭配度很高。
哦，所以请耐心等待。好，然后宝剑皇后在这边，我觉得他在说的是现在的状况啦。你们应该要着重在自己的生活上，跟处理现在的事情上。感情这件事情要再先等一下，先没办法。现在的情感面可能连对爱情这件事情都先不要那么期待，好像生活里有更重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比较用安稳的情绪去面对。反正白话一点，就是你现在可能先没时间去想爱情啦，你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面对啊，那个情绪跟烦恼可能会蛮多的，请你先专注在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处理，好。因为他这边有在跟你保证说后面会有，只是时间还没到，所以现在只是干等干紧张也都没有用，现在没有用。那战车逆只能说，路或是时间变慢了啦。你们行走遇见彼此的时间变得很慢，比这里已经慢了一次，他又在这里。好，那这2张变慢，告诉你说你们相遇的时间被拖晚了，变慢。可是它这2张同时出现在这一条路径上，其实是有意义的。他在说，除了这一件事情你们要去处理，不一定是你啦，有可能只有他而已。在这件事情处理完或消化完或结束完之后，你们会有一种内心的新的经验上的提升，或是内心会有一种对人生的新的觉醒，就是对世界会有一个新的看法。那他这里拖慢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个你们现在生活的专注度，现在现况除了感情之外的事情，要解决要面对，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时间。好，我觉得他这里比较看得出来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一个当下。没有爱情是没有爱情，因为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有一点像是一种要解一个小成就，你们心智上、心态上可能会有一种成长，但是他也在说，近期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蛮沉重的事情，无论是不知道是解决什么，可是你最近会有一种蛮沉重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不知道是你还是他，我先说这个沉重的事情不一定是你，有可能是他然后这一件事情是必经过程，在你们2个相遇之前的必经过程，因为它好像有一个必要的成长、必要的觉醒。因为这里有一条路径在讲的是某种心智上的觉醒，要觉醒才能让你们2个相遇。所以时间拖慢了，我在想就是需要你们去经历一下啦。好，而且他这种情况出现，他也在讲一件事情是，应该现在也无法分身乏术去谈一个恋爱啦，好像会有点不公平，好像无法太专注，所以再等一下所以他这边就通了嘛。为什么要你等一下？因为有事情要做，所以因为那些事情要做，所以现在不适合见面。好，现在也不适合相遇来，再看一下。看一下，我才说这里会有一个新的觉醒，这里又在讲了，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觉醒，所以才把时间拖慢了但我真的不确定是你还是他了，所以我就一起讲你们了那这一个去解决他现在生活困境的，不能说生活困境吧，我可以把它讲成挑战，一个必要的关卡。这个关卡处理完之后，那一个有在处理的人，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以前不一样，是加分的，会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他有激发蛮多其他的能量的，所以今天跟现在确实是不适合谈一场恋爱，因为后面有一个，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升华时机、转换时机，只是我们今天捕捉的时间点有点太早，
早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前，在更早。好像你们相遇已经是下一个篇章的事情了。像我们在讲的，可能是上一篇的结局，他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然后要有所升华，会完全改变，会摆脱他以前的概念跟价值观，或是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不知道，反正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大改变哈。那我有看到一件事情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会有一个停滞期。会有一种没有特别对爱情有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渴望的一小段的停滞期，但是我这边看到的这个停滞期跟失望期吧，反而是积蓄你们两个对爱情渴望的能量的一种累积，然后直到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很强的爱情能量的爆发哈。那今天这里的牌并没有明确的讲说你们会何时见面或是在哪里见面，这个没有。这边只是在讲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必要的距离需要存在，时间也被拉慢了，主要是希望你们 focus 在现在的生活，因为现在有事情要处理要面对。那谈感情等这些事情都结束之后，身心灵各方面都轻了一点之后，感情再出现，感情才会再出现哈。我觉得牌面，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感受，是希望你知道说，有点否极泰来的概念。就如果你最近真的有处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工作或什么很忙碌，那这个事情结束之后给的馈赠就是一段新的恋情会出现。对方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反正你们两边都有可能是同时发生这件事，或是有一个人正在发生，那另外一个人就静静的等，静静的等就好了。好，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想今天3号牌应该就大致上讲，那做个小结论哈，就是这个人现在还离你很远，但他的远并不一定是空间上的远，不是说住得很远或是什么的，而是一种时间上可能被拖慢了而是一种你们两个现在可能无法专心谈一场恋爱，然后尤其是现在生活上有重要的事情讲，所以我说的远是应该是就是说时间还没到，现在急不来的远现在急不来的远。那这一题其实我没有很明确看到这个人的人格内在构造、能量的结构没有。今天这题讲的比较多的是希望你耐心一点等待因为它确实就像在海上漂流一样，还在慢慢漂到彼此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主要还是因为有一些方向感的牌，他们现在还没有确定方向是要往你这边来或他那边来啦。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目标点所以现在确实是在积蓄那个能源，或是先回到生活里的重要就对了。不过很值得开心的是有抓到这一个人啦，接下来应该不久之后，换季之后吧，他就会出现了。因为我觉得战车能量、命运之轮的能量蛮强的。我本来想说没那么强，但是我觉得很难说出口，嘴巴有点软。我觉得蛮强的，强到他先把你们的时间线拖慢了。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啦，我们就耐心等待这个人的出现就好了。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那你再等一下，再期待一下龙雪之后大概春天前这个人就会出现了。但我要讲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因为你现在有可能是夏天看，我没有让你等到明年春天，我的意思是说换季。所以以现在夏天来看的话，就是等天气变凉了之后，凉风进来了，你们可能就会相继。我讲的是换季我不是说一定是春天好，就这样，这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